中国足球的辉煌历史得去哪里才能看到呢？当然要去山东淄博的足球博物馆里看。这家博物馆位于淄博市临淄区的博物馆聚落中，只有它和隔壁的齐文化博物馆是常开的状态，其余都是薛定谔的状态。上次我们说完了齐文化博物馆，这次来说同样免费参观的足球博物馆。这家博物馆记录了古代蹴鞠历史、世界足球史以及中国足球史，当然也包括中国男足的9冠王历史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。我目前在的是山东省淄博市的临淄区，这个地儿是他们这儿的足球博物馆。4年前来过一回，今儿这回算是故地重游了。待会儿咱们就来一起好好逛逛这儿。现在我们走进足球博物馆，进入1楼的蹴鞠历史展厅。蹴鞠作为足球的起源，不是我们自己瞎吹，这是真有国内外认证的。而这个区域里还陈列着一些博山内画屏，其描绘的场景包括蹴鞠，还有多次连任足协主席的布拉特肖像。然后我们进入远古篇章，这里展出了石器时代的石球。其实早期的体育运动就是一种狩猎演习，当人们不再狩猎后，它才逐渐转化成了娱乐项目。而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因为鱼盐等贸易日益发展，所以当地的经济愈发繁荣，从而也促进了各种娱乐活动的发展。而蹴鞠就是在这个阶段正式诞生的。当时这里的蹴鞠工艺已经很成熟了，而博物馆内也有对当初蹴鞠的制作场景和销售场景的复原。而在汉代，蹴鞠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，汉高祖刘邦发迹前就很爱蹴鞠，当皇帝之后就更是大力推广。之后蹴鞠变成了当时的重要娱乐项目，其中还有个场景叫做汉匈斗鞠，相传是有个脚法很好的匈奴人被汉军俘虏了，最后加入了汉军的队伍，这位应该是最早的归化球员了。而到了唐代，蹴鞠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，不仅发展出了新花样，还一路东传到了日本。蹴鞠的兴盛期则是宋代，尤其是南宋，这得益于大宋足球先生高俅的推广。虽然这个人风评不太好，但对蹴鞠业的激励是实打实的。而中国最早的俱乐部齐云社也是在南宋时期诞生的，感觉那时候的蹴鞠跟我们现在的足球外形已经相差不大了。而在元明清3朝，蹴鞠遭到了全方位的限制和打压，最终不仅没有发展，反而越来越衰弱了。如今中国足球这个局面不能全赖当下的足协，历史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。走出这个展厅便是文创区，有需求的朋友自行留意。在这个位置往窗外看，还能看到一个很复古的蹴鞠场地，要是能在这里安排一些古装蹴鞠表演赛，那就太好了。再往前还能在楼道里看到一些零散的展品，其中有球王贝利签名的蹴鞠，还有世界足球先生卡卡签名的蹴鞠。现在我们看完了1楼，登上2楼，率先进入世界足球厅。进去之后能看到现代足球的发展史。一般认为现代足球的规则是起源于英国的，但在足球运动刚传入英国时，那还是个野蛮生长的时代，什么黑手黑脚都没人管，所以最初的足球运动也被称为暴徒足球。直到剑桥规则于1848年诞生之后，足球才进入了有序发展的时代。在1863年，英格兰足总杯正式成立，首个赛季则是举办于1871年。而在1888年，英超的前身英格兰足球联赛也正式诞生。它身为一项竞技娱乐活动，就必须得商业化，而联赛之类的赛事无疑就是商业化的最佳帮手。说到商业化，就不得不提世界杯了。这边给世界杯单独留了个小展厅，里边展出的则是历届世界杯的简要历史，还有当初几位巨星的悲情名场面。这附近还有2002年巴西足球队的签名球衣展出，附近还摆了个呜呜足啦，这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助威喇叭。如今一看，这都多少年过去了。除了世界杯之外，这边还给国际足联单独留了一个小展厅。大多数人看球关注的是球星和球队，很少有人会关注足联的工作人员，最多知道个名字。其实他们是足球业的润滑油，也是促进足球运动有序发展的推动者。除此之外，大厅之内的展品就比较散装了，我们挑选一部分来看一看。这边的展品包括世界知名俱乐部的签名队衣，有皇马的衣服，也有拜仁的衣服，还有知名球星的签名球，有马拉多纳的、贝肯鲍尔的、贝利的和内马尔的。另外，这个厅里还给女足留了少量的篇章，但篇幅很少，应该是女足经济体量不够大的缘故。看完这个厅走出来是一个咖啡厅，不过我去的时候它没营业，不知道现在开了没。
下面我们来到中国足球厅，先从建国前开始看起来。从清末到民国，中国都是内忧外患，按理说体育运动也是很难发展的。但在上世纪30年代的10次远东运动会中，中国足球9次夺冠。我们要记住为首的功臣球王李惠堂，那可是和梅兰芳梅老板齐名的人物。然后看建国后的足球历史，刚进去没多久，灯啪一下灭了，大家摸黑看展，这是新型的节能方式吗？灯亮了之后，我们在展厅发现，这边重点陈列的还是2002年的世界杯回忆，这是中国男足的高光时刻。抛开最终成绩不谈，起码拿到入场券了。之后则是对新中国女足的介绍。其实我们对女足的关注程度也是很有限的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某些中国球迷只会在需要羞辱男足的时候才会想起女足来，但需要贡献收视率的时候就不知道他们跑哪儿去了。从这边再往前，穿过2楼出口的文创区，我们便走完了淄博的足球博物馆。纵观中国足球的历史，那真的是高开低走。以前明明是祖宗，如今却被打成了孙子。至于问题出在哪儿，单范大将军就说了多少次了，改过不啦？我想每个球迷的心里应该都有答案。不指望他们重现李惠堂时期的荣耀，只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男足打出一次超越2002年的成绩，就很知足了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